250，你醒啦？快喝了。什么时辰了？这是何处？你发了一宿的热了，出了这许多汗，又酸又臭，这张榻怕是要不得了。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，喝了便好了。给，甜的。你饿了吧？你的吃食在外面，我去给你拿来。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不可能是明州水印，那又会是谁呢？黄龙岛，都是同胞兄弟。六郎何其规矩小事，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？偏生个九郎，从来不让人放心。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，看来这一番，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。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你是否知晓，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晓？这次能说吗？能说，猜的。哎，你这250。嗯。那你来猜猜看，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？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交易的是铠甲。啊？喂，250。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。又有什么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岛了，是他要见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公？三哥？这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实话也无，倒真有乃父之风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，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。月黑风高之夜，大知司杀人夺船，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。你谨慎的并不为错。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，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，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？母亲，罢了，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续。恭送母亲大人。行了，你们兄弟自去画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随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哎，果然还是海上的一生了得呀！山岳社横行西府，在人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。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宝4万名，卷8万匹，何时还来？我家穷，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，区1万匹绢，还是杂色。
儿子在衢州，在西府，每日用度皆有定例，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。谁说都是给你的？哎呀，养个儿子呀，就是扔出去的石头。你自家的吃喝用度，自己靠本事挣去。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，也是一大家子人。你这个当晚辈的，回岛上一遭，不带些提己回去补贴一二，可还像话？母亲大人说的是，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。代太尉与金定姑姑说，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，不让别人笑话了母亲的礼数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弘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拿下。且慢！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主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多招打，诚招越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，夷三族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所指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留后家事，不当论外臣。胡灵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晨远大火，先王洪氏便起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孕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成平之法，留后不得不查。
虎灵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久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见代运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做无人之人。杨大郎兄，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，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。那就好，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监署。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，要保吗？你看从命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七哥，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的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未经通传，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九郎呢？我答：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：小孩子较长，九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
我明明不在。我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并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阿爹！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，相较于刑部而言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九郎，无事吧？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，如此而已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？你会做吗？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九郎，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九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郑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识得轻重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留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
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